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我把它作为我1000粉丝的特别节目，我来统一回答一些在我前面的9期节目当中，朋友们给我的留言，以及给我的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或者是给我的提问。我们先来看，来自于 B 站的网友 FlyEagle73，他说中薛高是很好的保温材料，这个的确是啊，用1500度的喷灯来烧都烧不化的东西，想必呢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隔热材料。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的房车里边全部用中薛高来做隔热，我们要花多少钱？鉴于中薛高顶着头号雪糕刺客的名头啊，那么如果说用它来做整车隔热的话，要花多少钱呢？要计算这个问题，我的思路呢是用贴图的方式来做计算。我把中薛高制作成与实物尺寸相同的贴图，把它贴到模型上，最后再来数一下模型上有多少只，就可以计算出数量。好，已经处理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统计的中薛高。好，我现在来数，它一共有多少只中薛高？这有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已经齐了啊，6个面嘛，3647啊，记好了这个数字。中薛高价格在12到160块之间，那这个跨度也太大了吧？我上网购平台去，10只清牛乳94块钱，也就是说9块4毛钱一只，3647乘以9块4毛钱。OK， 我已经回答了这个网友的提问。中薛高如果用来做整个房车隔热的话，要花34000块钱。好，下一个问题，同样是来自于 B 站的烦恼压缩包啊，这个名字挺好的啊，烦恼压缩包。那解压以后，那是不是就直接就挂掉了？他说他试了一下，同样的厚度下，效果最好的是中空气泡反射膜。这个东西呢，我没有见过，我去查一下。好的，谢谢烦恼压缩包的留言。下一个呢是来自于 B 站的网友暴风2008，他建议房车考虑一下全分泡沫板。他的理由呢是：第一，导热系数跟其他的塑料泡沫差不多；第二呢，它不燃性，也就是说它阻燃性类似于矿物纤维。哇，这个非常好啊！还有第三点呢，容重远轻于矿物纤维，跟塑料泡沫一样。他建议的这个东西叫做全分泡沫板，大家呢可以去搜寻一下，查一下。来自 B 站的网友哒哒哒哒哒，他说车漆可以喷隔热保温漆，有热反射漆和保温型反射型。他说了，这种油漆里边呢，它是有气凝胶珠啊，我明白了。气凝胶如果是整块的气凝胶材料，我们买不到那么大的材料，它现在呢都还是实验室级别的东西，所以呢它的那个尺寸会非常小，它不能生产特别大块的，所以呢它把气凝胶弄成小碎珠，把它添加到油漆里边。哇，这个是个好主意啊！他说了，这样的油漆呢，它的导热系数极低，但是一桶呢要卖2000多块钱。哇，这个土豪专用吧。好，同样是来自于 B 站的网友 Remix 磊叔，他说呢，说的非常专业，深度研究过的，支持。好的，谢谢。他建议呢说，聚氨酯发泡喷顶可以形成隔热降噪，然后呢双铝箔珍珠棉加上镂空处塞丝棉。但是呢，他建议不要用隔音棉，因为隔音棉的效果一般，更不要用粘胶的隔音棉。他估计呢，甲醛会超标，后患非常大啊。好的，谢谢你的建议，他说的有道理。对，如果是用带胶的，就是一撕就可以粘的那种东西啊，它的甲醛可能是没有保证的，这个需要去买个甲醛计来测量一下。好，来自于 B 站的网友杞人忧天，谬论忧天。他说羊毛毡也可以，想想蒙古包。关于羊毛毡的性能，我在隔热材料的第3集里边已经讲过了总结来说呢，这些天然纤维和人造纤维它有吸潮的这种特性，一旦说它吸了水分以后，它变潮以后，它的隔热性能呢就数十倍的下降，所以呢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坏处。好，下一条留言呢，同样是来自于 B 站的 QL 方。他说空气竟然导热系数那么低，为什么还要往夹层里边加东西呢？这个呢是因为热传导它分为很多种形式它直接性的传导只是一种还有辐射热传导，还有对流热传导。空气呢它可以阻隔直接接触式的热传导，但是对于说辐射热传导它一点作用都没有就像我站在太阳底下，太阳会晒我一样嘛，对吧？所以呢空气它可以阻隔直接接触式的热传导，还要往里边添加这些材料呢，是为了阻隔辐射热传导，大概就这个道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留言。下一条同样是来自于 B 站的，叫蓝头 Lento，
他说自己手搓的房车能上路吗？或者说有什么办法上路呢？手搓的房车，哇，这个是哪个星球的语言？手搓，手能搓出房车来吗？我想说啊，现在我的方案呢是用加长货斗的皮卡。我们通常见的皮卡呢，它的货斗只有1.5米到2米长，这是已经算是加长了。但是呢，长安汽车神奇 F30这个皮卡，它最长的货斗可以长到3.7米。对，你没听错，3.7米的货斗。正常的双排座呢，就是5人座的话，它的货斗呢是3米。如果采用这个皮卡车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那个货斗里边大做文章，或者说是采用就是微型货车，就像东风小康这类型的嘛。它的好处是它货斗的轮轴是双胎的，也就是说它的承重能力更强，而且呢这类型车它的保有量非常大，不管说它的维修配件或者是它的整体性能吧，都非常的不错，非常成熟。采用不管是皮卡或者是微卡这类型的，它最尴尬的地方呢是它的高度，因为我们要做房厢的话呢，它是以货物的形式加装到货斗上的。在微卡上边呢，它从地面算起来2.5米以内的高度是合法上路的。但是不管是皮卡还是说微卡，它从地面到货斗的平面呢，大概就有800毫米，剩下的距离呢，离2.5米还剩下1.7米。如果说1.7米的这个距离，再扣掉你的房厢地板以及顶棚这样的厚度，那么大概呢就只有1.5米几到1.6米左右，人进去呢显然是抬不起头的。我觉得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呢，也是国家用政策来保护这些有公告的，就是所谓的真房车嘛。要不然大家都自己搞个房厢，一搞就全国各地到处跑了，那谁还去花10几20万去买真房车，对吧？哪怕最便宜的也得10几20万吧。所以就说呢，采用皮卡或者是微卡这2种方案，那么就是3种方式。要不然呢就是轻度超高，因为交警对于轻度超高它惩罚力度不高，通常呢是逮到每次扣1分罚150，这是第一种方案，就是轻度超高。第二种呢，要不然就设计成升顶啊，就是外壳套内壳嘛，到时候一升起来，对吧？再升高个20-30公分，升到3米高都没问题，这是第二种方案。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做改装，那就是反正2.5米嘛，里边就是剩下1.6米、1.7米，我就低点头进去就忍着吧。OK， 这个呢就是我的回答，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同样是来自于 B 站的网友墨之里的墨鱼，他说看过有些人小改厢式货车，只要不额外的加门或者窗，行驶的时候货舱不带人就是合法的。那当然是合法的。其实上的货舱你要改个窗，你那窗子你可以用百叶窗把它遮起来嘛，把它改装成通风口，对吧？你想打开的时候把它打开，不想打开的时候遮起来，它就是通风口，谁也不会来管你的嘛。我的货舱有通风的需求啊，对不对？行驶的时候当然货舱不能带人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嘛。来自 B 站的网友涂脸只用百草霜，哇，这个名字够狠。他说现在有种金属雕花的保温板，用它来做外蒙皮应该很 OK， 做好放水就行啊。我没有见过金属雕花板，是不是装饰板？有一种就是做就是电视墙的那种装饰板，是那个东西吗？如果是的话，那当然没问题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板跟板之间的拼接，它有没有专用的连接件？而且呢，拼接的地方能不能做到防水，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好，我们看下一条。来自 B 站的网友乌海西尼，他说我光说不练啊，这个确实是啊，我做了9期节目了，我的房车都还没有开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吧，因为做那么大个东西啊，从一开始如果说方案就没选对，设计不到位，你去边做边改，那会有很大的麻烦。这个上吨重的东西，我一旦计划失误，我焊起来我就搬不动它了，对不对？所以呢，要做足功课。好，我们看下一条留言。燕子666，他说现在最理想的保温材料是不是气凝胶粘板？我找到国内有不少公司有生产，导热系数小于0.026，有板材、毛毡涂料，还有好多形式。他说有了解类似的新材料吗？求科普。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我去了解了一下气凝胶的生产流程，它其中有一个环节呢是要在一个真空容器里边去完成反应，所以呢就是说那个真空容器的大小就决定了你整块气凝胶材料的大小。对于那种大块的气凝胶，把它用来当泡沫用，这种想法呢是不抱希望的。因为我觉得那么新的材料，离到它变成大块的泡沫这样的白菜价的东西，它可能还有个20-30年的路要走。但是呢，前面已经有很多朋友提供了新思路，就是把气凝胶磨成粉末，让它变成小块的东西，把它添加到涂料里边。这个呢，我了解一下再跟大家讲。OK，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无际望远镜。他说了，前边10分钟都是废话，
这个呢见仁见智吧，因为我前边的10分钟呢是扯一下历史啊，扯一下故事啊，把它引入到我们房车这个话题里面来。毕竟呢，我的这个频道啊，我不光是做给就是玩房车的朋友们，我是做给所有的观众们。我希望所有的观众啊，通过我的节目都可以来了解房车，都可以来大家动手来做房车。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吸引更多以前不了解 DIY 房车的观众。好，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西瓜视频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网友留言。用户2191516376309，他说感谢你传授的知识，专业性很强。我的船车刚好要改装，不知道买什么样的保温隔热材料对身体不会有伤害，能不能告知购买哪种材料好？非常感谢。在这里啊，我觉得船车的话，如果是用轿车改装船车，不管你是2厢车、3厢车啊，轿车的4个门，首先你基本上就动不了东西，它门有升降玻璃嘛，它需要空间啊。你填东西填不好，那个挡到那个玻璃就麻烦就大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轿车前后挡风玻璃面积非常大，基本上你一个座舱里边，除了前后挡风玻璃4块侧门玻璃，对吧？就已经是你所有面积了，你还能怎么做隔热？你做不了什么隔热的。顶棚你头顶上肯定要装行李箱啊，对不对？装了行李箱，它其实就是一个隔热层。我建议呢，用轿车改装船车，就根本就不要做隔热，没有必要的。如果说真要做隔热的话呢，就是用聚氨酯发泡胶自己填一下就好。说到聚氨酯发泡胶，我在隔热材料里边不是给大家放过这样一个片段吗？一个外国朋友，他用那个单组份聚氨酯发泡胶，它的墙体漏水，结果呢一挤的话就会挤出来很多水。我做了同样的测试，我把这个测试结果放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在7月11号，也就是做隔热材料第2期节目的时候，顺手拍的一个小视频。它就是最普通的10几块钱一瓶的聚氨酯发泡胶。拍完以后，我就放在卫生间用水把它泡起来了。因为天气炎热嘛，只要1-2天它水就会干掉，我就不停的去给它添水。事实上呢，它只要1个星期左右就完全吸满水了。尽管说我整整的泡了它1个月。那么大家请看现在我的测试结果。结果呢，不用多说，它和一块洗碗用的海绵没有任何的区别。好，这个呢就是实测视频。好，来自于西瓜视频的老黑16243991，他说木板最隔热，桐木的密度才低于0.2，可以去了解一下。以前我做家具的时候，我买过桐木直拼板，我来做家具的背板。这个东西啊，它非常轻。确实是种好材料，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我记得它要比胶合板都要便宜。但是我觉得呢，用它做保温隔热层的话，从重量角度来说不管怎么说，它都要比泡沫要重得多。而且呢，它的导热率要远高于高分子材料。所以说呢，用它来做墙内填充的话，它的重量不划算。如果说用它来做内饰板的话呢，那么它的硬度可能又不够高，因为用指甲轻轻抠一下就能留下一个痕迹。所以呢，它不管是填充也好，是做内饰板也好，它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材料。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内饰里边要做软包的话，或者说用一些软包材料再贴一层的话，那么用桐木直拼板来做内饰面的基材，这个是不错的。过江龙3396同样是来自于西瓜视频的网友，他说龙骨应该使用热断桥材料，模仿断桥铝窗。龙骨呢用2片槽杆中间加木帆来做，既可以保证强度，也可以热断桥。非常感谢过江龙33，他提供的这个建议非常有建设性。热断桥这个东西啊，对于隔热保温来说非常有作用。我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热断桥。首先呢，我们把热断桥的断字拿掉，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热桥。热桥是一个建筑学的名词，它所描述的是在一个建筑物上，当某个部位材料的导热能力明显的强于其他部位的时候，那么由于室内外的温差，热量就会从这个地方快速的从温度高的一方流向温度低的一方，那么这个部位在这个建筑物上就会被称为热桥。相应的采取的一些阻断的措施就会被称为断热桥。这个呢就是在建筑学上的定义。在房屋建造的时候，它断不断热桥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遇到的断热桥的技术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在门窗上。大家请看图中的这一块铝型材，它是由上下2个部分组成的，中间呢有2块黑色的硬塑料来连接。我们假设这个材料来做我们的铝合金门窗，如果说太阳在加热一面的时候，假如没有中间这2片塑料来做热阻断的话，那太阳把一面晒到了70度，
那么我们房间里边这一面也几乎上就是70度，因为铝的导热系数是273，非常好，所以呢它才被做成散热片嘛。由于加入了塑料的阻热条，那这个时候的铝合金窗它的导热系数直接从200多直线下降到了2点几、3点几，下降了近100倍。这个呢就是断桥铝。好的，这个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